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没有人逼着你干，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这是韩国无数资本们对底层牛马们的说辞，同时也有某种不知名物种也站出来为资本家们发言。接下来我会为大家解析韩国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根据2024年的数据，韩国家庭负债总额高达2000万亿韩元，债务与 GDP 的比率长期稳定在100%到110%，基本达到全民负债的夸张程度。其中70%是在住房贷款，许多年轻人的收入根本难以偿还贷款，造成了韩国超高自杀率。其实从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开始转向金融化发展，要讲清楚金融化问题，起码3天3夜。但是大家只要清楚它的本质，就是让原有的资产变成了数字，从原本靠生产或者提供服务来赚钱，转变成用钱来生钱。通过慢慢的发展，金融开始生产出大量的债务人来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转，让人们开始办信用卡、车贷、房贷、个体经营贷，让无数本来就榨不出油水的底层人能够维持高消费、买房买车，一下子让你感觉踏入了人生巅峰。实际上你是透支了你往后几十年的人生。所以在一开始这种债务推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韩国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人们消费力高涨，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因为这是无数个底层牛马出卖了自己往后几十年的人生造就出来的景象。一旦你欠债后，你就有还债的义务，你必须努力赚钱还债，做一个坚守诚信的人。这也是整个韩国社会普遍的认识，违反了你将会遭到全世界的唾弃。这就让资本家们能够操控牛马们未来人生规划的机会。像在美国大学故意设计出难以支付的高额学费，让学生在还没进入职场之前就先欠下一大笔债务，这样他们出社会后为了还债就必须赶紧找到工作，自愿成为奴婢，接受低薪霸凌，让你一天干12个小时，你只能接受没有还价余地，你不干就等着失去信用。表面上他们说参不参加工作都是你自愿的选择，可是这真的是自愿吗？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和奴隶制是不同的，因为劳工可以自由地跟资本家签约，没人会强迫你，劳工也可以自由选择离职，而不像奴隶是被强迫威胁的。在资本社会里，人们看似有契约的自由，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加入一家企业，但是这种自由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资本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劳工必须仰赖资方给予工作机会才能得以为生。这种结构性宰割让劳工不得不同意为企业工作。如果社会上有一些更好的替代方案，牛马们就不会欠一屁股债，可以维持基本生存问题，根本不需要加入这场毫无人性的工作当中。这是因为资本社会的整个结构利用了各种手段，制造出了一堆穷人，人们才会加入这场游戏，让被迫服从看起来像是自愿一样。为什么很多人都清楚其实这是一个局，却有大量工人会自愿参与资本主义这场游戏当中，甚至乐此不彼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们把游戏的机制慢慢的移植到了工作中。当资本主义把工作变成了一种游戏竞赛，牛马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被奴役。平时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许多的企业会用竞赛跟奖励的机制让员工玩赶工游戏，把工作过程游戏化，看谁表现得更好，这样就可以激发员工的斗志，让员工不会觉得工作无聊。只要上级奖赏那些绩效比较好的员工，员工就会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觉得自己赢了这场游戏，本来不愿意工作的劳工就会变得自愿服从，愿意继续玩下去。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一边玩游戏，却又一边质疑游戏规则。尽管一开始很多人是不得已进到一家公司，但是随着游戏越玩越深，人们就会慢慢认同游戏规则，甚至还会反过来教别人遵守游戏规则，逐渐忘记了自己一开始并不认同这场游戏。想要逃离游戏的人，甚至会被视为问题人物。把劳动游戏化，其中对资本家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可以让劳工之间彼此竞争，彼此形成冲突。这场游戏一开始就设计成零和赛局，一个人赢得越多，必定有人赢得越少，仿佛员工的个人利益会损害员工们的整体利益，主办单位甚至会从中作梗，引发内斗。在职场中的刺头，他们看清了整个现象，要告诉身边人时，他们反而会成为被唾弃的群体。每当看到有人违反游戏规则被惩罚时，就会有一种胜利感，这样人们就不会意识到彼此之间其实都是同一个阶层，大家都是因为要生存才进入游戏的。游戏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让人们觉得自己在扮演另外一种角色。丧失了阶级意识的玩家彼此互相厮杀，把对方当成仇人。现在韩国出现了一种极为扭曲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神奇的自愿主义。如果一个人在职场感到十分不开心，那就是这个人看事情的角度出现了问题。改变自己的认知就可以了，不是因为这个公司出了问题。如今韩国互联网也有许多大儒为此辩经，这种神奇的自愿主义把责任归咎到个人的身上，混淆了自发的人性和被环境迫使而扭曲的人性。当你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一旦储蓄了部分资产，资本家们都会利用各种方式让你的积累消失，各种刺激消费的广告与各种奢靡人生的景象都在不断的刺激着你。实际上人存活于世上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但是他们又造了这么多出来，自然要被底下的牛马们24小时不间断的去刺激，让他们去消费，一直刺激到你负债后，就可以重新再次拿捏你。
子子孙孙循环反复，无穷匮也。感谢粉丝们的观看，这期视频暂时到这里，希望每位粉丝天降横福。 사람을 살아가게 하는 건 조금의 희망이다. 사실 그 정도다. 어제보다 조금이라도 나은 오늘, 오늘보다 조금이라도 나은 내일을 기대할 수 있는 것만으로도 사람은 삶의 동력을 얻는다. 하물며 그 희망이 다가오는 내일이 간절히 바라던 그 무엇이라면 어제와 비슷한 게임을 하고 어제와 비슷한 폭력을 당하고 어제와 비슷한 부조리가 행해졌지만 어제와는 전혀